腹腔抽出不凝血。医生，他这还有没有救啊？医生，他还没死呢，肯定有办法能活下去，对不对，医生？你听我说，肝脾破裂，膀胱受损，我正在努力抢救。注意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只要让他活下来，我不想让他死。你千万不要放弃一点生机，只要他能有希望，你一定要让他活下去，好吗，医生？我求你了，医生。请你一定要冷静一点，好吗？不是医生，我真的，医生一定会尽力的。准备手术。准备手术，失畅了。出山。快，200脚准备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闪开。肾上腺素2毫克，入液。肾上腺素2毫克，入液。300脚2。好了吗300焦耳充电完毕。闪开！再来300焦耳。好了吗？充电完毕。闪开！死亡时间23点44分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为什么不听我？表表实际行动，再解决这些热点问题。来听课的有社区的工作人员，也有不少社区居民。刘大爷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，他原来最不满意的就是在养老金上不公平。和他同样退休的人，有的人拿得多，有的人拿得少。这个不公开是这么说，你像咱们这个是养老问题，这是不占现在就是不占。在谈到食品安全的监管这个问题时，哎呦，真逗！哎，老公，那边天气怎么样啊？你多穿点儿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主要在监管，要改革原有的九龙治水的监管体制，建立新的无缝衔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事没事妈，没事。哎，你明天带我去看看他呀？看谁呀？韩俊杰。哎呀妈，那不是韩俊杰，他叫汪小涵。你看，这不是他是谁呀？谁？这就是韩俊杰大夫。啊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要不是他给你治病，你小命早完了。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让你学医，治病救人，做一个白衣天使。不是，这太穿越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么帅。哎呀，他可真是个好大夫啊。不过那会儿医院和现在也不一样，也不是为了挣钱，医生负责任，病人呢也信任大夫，哪像现在呀？医生和病人都互相多个心眼儿提防着。哎，
带我去看看，明天。好。那个妈，早点休息啊。哎。那太好了，你们到底谁先表的态呀？我一直都在表态，其实，直到昨天晚上，他才同意说是先确定恋爱关系。确定恋爱关系？哎呀，他干脆就结婚算了嘛。我真希望你们赶紧结婚，我好在婚礼上头给你们证婚，把你们的手一边抓一个，这样子捏在一块儿，使劲的给你们揉在一块儿。主任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您可一定参加。您要是能做我们的证婚人的话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咱就这么定了啊，你可得说到做到。主任，对于目前的治疗，咱不能持有任何怀疑态度。做医生的都得这么说，是吧？可我记得您对我们说过，有的时候，信心比任何治疗都要管用。我认为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都值得咱们去试一试。哟，都在。哎，江大夫来了。哎，丛大夫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来，给，这是你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王大夫，来，来，李大夫。手电啊。手电，哼，给你看看。哟，电棍。不是，江大夫，咱这大夫要电棍干嘛使？这东西用处可大了。他现在的人都这么生猛，一上来就动刀子。你能分清楚来咱们急诊室的哪个是来看病的，哪个是来故意找茬的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左洛，这你还得有一个。江大夫，真对不起，我用不着。我也用不着。你怎么不穿一金钟罩铁布衫，外带一钢盔来？我说左洛，这东西你最需要了，平时不但能防暴徒，还能防色狼呢。是吗？啊，那我可真得要一个了哈。是吧？来，我教你怎么用。防的就是你这头小色狼。汪大夫，你来一下。谢谢啊。骆主任的女儿从国外回来了，手术方案也定了，可是现在骆主任本人好像对手术预后有所怀疑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种手术做不做意义根本不大。真的吗？你真这么想？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谁去跟他说合适呢？该说还得说呀。当然你去说呀。他对你的话还是比较信服的。哎呀，帮帮他吧，就像帮助一个朋友。对我来说，所有的患者都是我的朋友。我答应你，你再给我出点题。他们现在正在劝骆主任接受手术治疗。他们是谁？啊，张院还有专家组组长。特邀的。对，外请的，你应该认识他，咱们经常提起过他。谁啊？韩俊杰，韩教授。怎么了您？
老陆啊，这次医院为你请来了著名的专家韩老为你主导，韩老为你专门设计了详细的治疗方案，我们大家都非常有信心。啊，谢谢张爷，韩老，劳你们费心了。进去吧。你先进去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哎，你和伯驹都是我的学生，你的事情我不管，谁管啊？谢谢韩老。以和，你看，女儿也在，夫人也来了，你们商量一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手术方案你就放心，绝不会有问题。那当然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我是说，能不能尽快定下来？张爷，我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这就对了，没问题就好。韩老、张院、骆主任、周主任，是小丽呀！韩老师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韩老，哎呀，几年不见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怎么样？还是奉行你的不婚主义，一个人还单着呢？那个是啊，砸手里了。那不行，那你妈妈该多着急呀！啊？哎，你妈妈怎么样？最近还好，韩老，我有事吗？我们是在研究主任的手术方案，要不也想听听你的见解。我是想知道，除了手术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你的意思是？骆主任的情况我了解，我只是不太确定现在手术的意义。手术的意义？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呢？手术的目的就是希望，希望这个词你懂吗？是啊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会做100%的努力，延长生命还是有希望的。延长多久？后续的治疗呢？还有多久的化疗？爸，你放心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我要一直陪着你。小燕儿，放心吧，爸爸一定会做个听话的病人，各种治疗的方案我都会好好配合啊。别哭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以后啊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一定要战胜病魔。我们支持你。韩老，手术定在什么时间呢？那就下周2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以后，到时候星期2我来手术室陪你。以后啊，养精蓄锐，做好准备。伯爵，哎，再找个地方，我们再研究一下他的手术方案，好吗？好。这个王小涵，到了门口又溜了，真没劲。你们是不是都认为骆主任不该做这个手术啊？我怕我说服不了那些专家，就拉他过来敲边鼓。没想到他……我知道肿瘤的位置不好，手术有风险，预后不会太理想。可是我觉得骆主任还是想试一试所有可行的治疗方法。那是他女儿骆小燕的意愿。那倒是，可是他本人也同意手术啊。作为医生，咱们应该鼓励病人积极的配合手术治疗，治病嘛，咱干的就是治病的工作。是吗？那病人的感受呢？病人的感受。
关注。段大夫，13床的那个病人孙宝柱，就是骨折那个，昨天晚上挂着尿袋跑了。您看这事儿，报医务处。哎，他不是工伤吗？不是，他老板不出钱，这孙宝柱自己也没有，所以，那也报医务处。医院里有律师专门管这些事儿的。这事儿你没必要跟我说呀。正式任命没下来呢，我现在还不是主任啊。关主任。哎呦，我刚跟小江说过，我现在还不是主任呢，别这么叫我行吗？什么事儿？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给你打声招呼。我找吕大夫。关大夫，你出来一下。哦。请问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麻烦您等一下，10分钟以后再过来。病人一直在呕吐，查不出原因。一直呕吐。哎，拿块纱布给我。走了，提取呕吐物送到化验室重新化验，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加大药量。嗯。哦，你放心吧。17床该吃药了。睡着了。哎呀，苏丽儿，有句话我是一直闷在肚子里啊。关继周他是个老实人，你们既然要相处，就好好的处，奔着结婚去，别耍了别人啊！哎呀，老主任，你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？哎呀，你看你已经够好了，都35了，还有人追你。你看我那闺女，研究生毕业，25了，连个网友都找不着。我也没有网友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上网。其实关继周人不错，这不，他先提出来的，我就说，要不就先处处看呗。你们两个要真能在一起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苏丽，这岁数要是再耽搁下去，就真成大龄剩女了。现在就是真的。苏丽，你觉得我该动这个手术吗？如果你是我爸爸，说呀。如果你是我爸爸，不要做，风险太大，预后不好，而且康复的几率不大。我知道，我快死了。是这样。我心里有很多理由让我非常害怕。也许您真的会死在手术台上，不过那样倒没有痛苦，或者您会在放化疗的过程当中死去，带着呼吸机，带着巨大的痛苦，任凭我们周围的人怎么呼唤您，您都听不到。
那样是太可怕了。我在急诊室30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。现在轮到我自己了。医学不是万能的，所以我希望您考虑清楚，利用这最后的时间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真的，老主任，我特别害怕就这样失去你，特别害怕。不知为什么，这种想法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对还是错。我常常自责我自己不是一个好医生。我怎么能劝我的病人放弃治疗呢？相反，正相反，你是唯一的一个对我坦白的人。没错，医生经常说得替病人着想，可是我们却很少去考虑到病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现在自己成了病人，人人把你当成了个傻瓜。唉，我自己以前也经常这样子对待我的病人。老主任，如果您考虑好了，决定放弃治疗，您尽管说。我想您女儿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您。去忙吧，我想再睡一会儿。我先走了。没看错，是个好大夫。张姐姐，你的脑 CT 结果出来了啊，没什么事儿，输完液就能走了。这个呢是给你开的治偏头疼的药，服药期间呀不能喝酒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就说没事吧。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娇气啊？今天是咱们恋爱1周年，就因为你头疼，咱们计划好好的去吃饭全耽误了。哎呦，你知不知道订个位子有多难？宝贝儿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对不起了，我的头真的很疼。不夜餐厅吗？啊，我之前在你们那订过位子。刘小姐4位。我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吗？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行，那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哎，人家把位子给咱们多保留半个小时。哎呦，你快点吧。先把药取了。你自己不会取啊？哎，亲爱的，今天晚上的约会不取消了啊？当然了。我男朋友当然陪我一块儿去了。好啊，行，一会儿见啊。不醉不归。服药期间不能喝酒。
行了，你别算了，月光族你这，哎呀，来帮我收一下。算什么呢？哎呀，给你看个新鲜的。谁呀？那你的那包。那蓝色的包，12万。烧包吗？俗，有钱没品位。你有品位，没钱。你这人比人得气死啊！就那一个包，就是我们家一厕所，没了。我得不吃不喝工作多少个月，我才能买得起那一个包啊！哎呦我的天！要想不被人气死，咱就不跟人家比啊。哎呀，那谁的病人啊？我的，那是关主任交给我的病人。他什么情况？入院的时候有点头疼，服用了舒马曲坦后就明显好转了。有器质性病变吗？没有。我看他头疼啊，完全是因为他那超级不靠谱的女朋友。那再观察一下子吧，不行的时候出院的时候再拍个 CT。2院急诊，谁？孙宝柱。好的，马上派车。孙宝柱不就是那挂着尿袋子跑了13床那个？没错，电话就公安局打过来的。公安局？这个孙宝柱为了向工头讨薪，爬上工地脚手架了，让我们赶紧派车呢。天哪，他不要命了！要命他就不上去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派车吧！本来人手我就不够，你说这给我添乱。护士长，我去吧。真的？哎，小何，你快跟着去。哦。哎，你不觉得汪小涵跟韩俊杰有点像吗？怎么不觉得呀？特穿越。你说，一个老韩，一个小韩，不会吧？王大夫，您可是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，好好的，怎么又想起跟车出院前来了？一名青年男子爬上脚手架，情绪激动。目前，消防人员、医护人员已经及时赶到，正在准备救援。哎，你们快看呀，孙宝柱在架子上面。是啊，这怎么这样？打了石膏呢？自杀了吧？你们都快过来，停到里头，你们手机后里边都退车了，你们还不成了？你们不下车了，你们包括了，你们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。让一让，这边啊，好的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呢，这么高，他缺了一条腿怎么上去的？肾上腺起的作用。孙宝柱，你快下来呀！你腿上打着石膏呢，不能乱动。部长，我们到了。这孙宝柱一个人在脚手架上，清醒，情绪很激动。找见了没有？下来呀！哎，回来，回来，这边把住了。哎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呀，你不要上来，你不要上来吧！不要上来，你不要上来，不要上来！部长，再派辆车吧，又上来一个，一辆车不够啊！你看这个，关大夫坏了，王大夫被网上直播了。直播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科出了点小事儿。
那你刚才说直播什么？啊，咱们医院的事儿，网上正在直播。啊？打开。啊。爬上脚手架的人已经确定身份，叫孙宝柱，数日前因工伤入院治疗。目前也有急救人员爬上脚手架，试图接近。哎，汪小涵。赶紧给阿平安排人手过去增援。哎，好的。救人呢？你小心点啊！这汪大夫他真有两下子，在美国那会儿，怎么没有人让他去演蜘蛛侠呀？哎呦，太危险了！小心点，王大夫！王大夫，小心点儿，注意安全，别掉下来。闭上眼，拿走了。你不要上来！你不要上来吧！你少废话！你把我东西还给我！你是这样的，拿你啥东西了呀？你那个尿袋子是我的，我是第2附属医院的大夫，我的尿袋子。哥们儿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容易，我也不容易。你要不把尿袋子还给我，我回去挨处分的，我也要跳楼，知道吗？那个咋给你啊？你你别动，我来，千万别动，啊！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听别人说，像你这种自杀的人，以后不能够转世投胎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啥？变成孤魂野鬼，很可怕的。哎呀，要进18层地狱，你不相信啊？哎呀，快走，往内，往内，往内！放开我！你给我带走，给我带走！你带走错了，我交不了钱。哎呀！慢点，慢点，你听我说啊，其实这个人呐，死了是最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每天在急诊室见到最多的就是那种要死的人，不像这脚手架啊，你上来就能下去。人呐，一口气要是咽了，一辈子就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俺妈生病了，躺在床上都下不来呀，俺2个娃要上学。等着我给他们交学费呀！咋办呀？咋办呀？停学了，你让我咋挣钱啊？怎么办呀？韩老，要不要把他叫来？你跟他谈一谈。啊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幸亏没出什么意外，不过好在已经把人安全救下来了。我还是不主张医生这么干。好吧，好，就我没告诉他你今天到医院来，甚至不知道是谁把他盗回来的。啊，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罗一禾的手术方案吧。
危险啊！千万不许这样了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这些你签完就归档了，出院了，你说还有这么多呢，你就慢慢签吧。来吧，这每年秋末冬初的时候，兑换都特别多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签名他都出院的时候，这个写的多整齐啊！你看这是一个人签的吗？这就打了一个勾啊。是吧？我也不太清楚。那这个患者呢？刚走。走了？啊。去看看啊。哎，于芬，你快跟着去看看去。哦，好。张子健，张子健，啊，你冲我笑一笑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能双手举过头吗？像我这样。一根，快去叫人推担架车来。啊好。你再跟我说啊，小狗追着小猫跑。小狗追。哎，等一下！快！他这是把你的包给我用一下。来，像我这样按着他的手。他到底怎么了？脑卒中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了。快担架！子健！哎呀，这次的手术方案堪称完美。韩老，你辛苦了。哎，手术方案嘛，看来是完美的，可是一定要让洛伊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，因为这种手术遭的罪，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呀。是啊，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。其实我们心里头都很清楚。对，请吧，走了。啊，谢谢。好，走吧。好，都好。好，走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吧，超恐怖啊！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中风的，哎呦，可吓人了啊！哎，你说那会儿万一他开着车，那你现在见不着我了。是啊。哎，那个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大夫来了啊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应该在最佳治疗的时间范围内，多亏发现及时。安排个人，待会儿再带他做检查。行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啊。怎么样啊？一会儿护士再带你们做个检查啊。啊。哎，不是已经查完了吗？怎么又查呀？那要看他适不适合做溶栓治疗。他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什么的？幸亏发现的早，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，治疗得当，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。那个，我们下周想去马尔代夫，到时候他是不是能好了？那我看你还是最好取消吧。啊？脑卒中，也就是说中风的患者，康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休息很关键，所以什么旅行这种计划最好还是取消，好吗？
把手，小心啊！对，男神太有范儿，太帅了，好棒的男神！快去，都往哪儿去？快去，快去！哎，你怎么把他又给我拉回来了？我这医疗费我管谁要去啊？护士长，那个人可是我的胜利果实，是我拼了老命摘回来的。他对于你讲是胜利果实，不是你说说看，你说我这医疗费、诊疗费、手术费我跟谁要去呀？我。关主任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，今天我不应该出这风头，我错了，向您道歉。没有谁要指责你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今天很勇敢。这话我听起来怎么那么肉麻呀？哎，你俩别肉麻了，那个我这事儿怎么办呀？对。费用全免了。刚申请的。谢谢。走吧。啊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在外面待一会儿。你放心吧，他走了。谁？韩俊杰，韩教授。主任，来看看你。哦，你小子胆儿还真大呀！爬这么高不怕摔下来？怕。其实我挺恐高的。爬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腿肚子直转筋，就想下来了。可一想下面那么多人看着我，没好意思，就一口气爬上去了。这你可不如我了。有一年呢，有一大楼正在盖，10几层楼高。走那钢架，一工人得急救，我就爬那钢梁，爬到一半的时候，情形跟你一样，底下很多人在那看，我吓得我腿肚子也转筋了。后来呢，我就一咬牙就上去了，我就退回来。啊？我胆儿大的过去把他给救下来了。主任。其实人呢，潜力真的是无穷大的。要我换成您，我现在就去玩个过山车，或者蹦个极，哪怕我去阿尔卑斯山去爬个山呢。是啊，我原来是计划退休以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周游世界，可现在，您都为别人活了一辈子了，现在也该为自己活了。这话是苏丽叫你来说服我的吧？不是。那也有可能我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之处。小王，谢谢你。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别离开急诊室。喂，爸。哎，儿子，你好吗？我还行。您怎么忽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我们单位的副书记最近查出来这结石，疼得他满地打滚儿。我一想呢，你不是在大医院当医生吗？你给好好安排一下啊！爸，我只是住院医，相当于实习医生，我哪有权利能安排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你这话就不对了。5、6、7月也到了而立之年了，可又不是个小孩子了。这回呀，正是给你老爸证明你人际关系的一个好机会。行了，我跟吴书记已经赔了心菩萨了，你小子可千万别给我搞砸了，赶紧安排一下。我这边准备好了，我就出发。加医生早。喂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
苏大夫，吃饭呢？来，走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张子健刚入院的时候的签名。这个没错啊。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他出院的时候的签名。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。你之前让他出了院，他现在在放射科做检查，脑卒中。不应该呀！出院前我还给他做了脑 CT， 结果都好好的。你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一定给你讲过脑卒中的症状，你怎么能没看出来呢？可是他以前就有头疼的毛病。头疼引发的症状太多了，你这样简单处理的结果，就差点耽误了病人。他在我这儿真的好好的，可他在医院大门口一头栽倒在地啊！走了，病人再多，必要的检查过程也不能被忽略。下班之前，把治疗的详细过程给我写一遍。师傅，你在这儿站什么岗呢？师傅，咱借一步说话。从小杰大夫到第一抢救室，从小杰大夫到第一抢救室。就这点事儿，既然你爸这么相信你，就证明给他看呗。我爸就是想拍吴书记马屁。中国式父母都是毫不利己，专门利子。他这就是为了你以后铺路。师傅，没错，铺路。哎，从小我爸就这么跟我说的。可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？还是在这破医院里，每天累得三孙子似的，还没人给好脸儿。你就这么不愿意当大夫啊？行，等回来你爸来了，我跟他说，把你领回家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别，师傅，我就随便一说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立志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全科大夫。我这就回家跟我爸说去，这事儿我管不了。那倒没必要，咱们这儿本来就是医院，谁来都是看病。至于是你爸来，还是什么书记来，还是你七姑八大姨来，都一样照样看病。那能不能插个队？插队插不了，咱们现在专家都是按号就诊。那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挂号啊！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亏你也是穿着白大褂在这医院上班的大夫，你挂号？走，真服了你了。卡呢？什么卡？工行卡。师傅，您要我银行卡干嘛呀？我不找你要钱，银一卡通业务没听说过？拿你的银行卡提前办理自助挂号啊。提前挂好号，等你爸把那个书记带来了，然后你就带他做各项检查。什么至于是否做手术，什么时候做，那得听主治大夫的。没了，就这么简单？可不就这么简单吗？我爸说要考验我的能力，就是看我能不能给他挂一号。你爸是要看你是不是能给他开家银行。董事长，我跟外科主任打过招呼了，你让他们把需要手术的病人给送到外科手术室去，好吧？太好了。哎，主任的位置非你莫属了吧？任命是不是快下来了？你就损我吧你！哎，我这回真是发自肺腑的。关大夫，请到分诊台。忙去了。哎，天天，谁喊我呀？爸爸。龙龙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龙龙不舒服，我们带他过来看看。啊？我都担心死了。担心什么呀？这怎么了，龙龙？啊？他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这样。怎样了？龙龙说话，怎么了？龙龙，咳两声给爸爸听听。就是咳嗽。对呀。就这么点小事，你带他来看急诊呢？嗨，孩子病了，我们能不急吗？就是嘛。天天啊，你带他们去挂个号啊。好。我去给他找个大夫。找个好大夫啊。知道。CT 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情况还乐观，不过你得在医院留院观察一晚上。那就好。我要真瘫了，
我也不想活了。没那么严重，别想那些，好好休息。那个，他下个星期能好吗？我们是不是不用取消马尔代夫之行了？他刚才是中风啊。是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他都这样了，您还惦着那马尔代夫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乐意。如果现在退团的话，要付15%的手续费。我这不是怕浪费钱吗？怕浪费钱？你什么时候怕浪费过？你身上哪件东西不比那15%手续费贵？退，赶紧把这礼金退掉。哎呦，亲爱的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啊？我怎么跟你这么个自私的女人生活了2年？我受够了。还站着干嘛？我们分手了，滚，赶紧滚！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病傻了呀？你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，省得我再中风。张子健，你现在是病人啊，你不能太激动啊，要冷静。你少说2句吧，啊！你这个病最怕激动了啊，别着急，哎。那包挺贵吧？不贵，凡是钱能买到东西，都不贵。那倒是。哎，关主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佐洛作为实习大夫，没有及时跟主治医通报病情，差点延误抢救时机，这确实有问题啊。是，这个事儿我来负责。什么呀？就你负责？没错，你是他的指导老师，但这是2码事儿。我这人向来对事不对人，他擅自批准病人出院，错在他。这佐洛也是经过必要的检查之后才让病人出的院的，是吧？反正我跟你说啊，最近佐洛的情绪确实不太稳定，你抽空找他好好谈谈，该明说的话就明说，别老让他惦记。他怎么惦？他惦记我，你不高兴了？你敢说他没惦记你？以后你开晨会的时候就该把这事说一说，引以为戒。是，开个晨会，说什么呢？我刚才跟你说的什么？哎呀，苏丽，这不行啊！这个你想啊，他佐洛刚开始独立值班，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，他的处方权就被取消了。你想过这一点没有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你没明白什么意思？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呀。那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，好吧？啊，那个回头等我电话啊。哎，什么呀？你就这么定了？佐洛，你神经病啊你！哎，你写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谁让你随便看？周一晚上的，我请你看电影。周一我值班。我看过值班表了，周一你休息。不是江浩然，我就劝你别费劲了，咱俩不可能。我喜欢的是关大夫。那我也劝你别费劲了，人家关大夫跟苏大夫早就已经是恋爱关系了，你喜欢谁不好，非得喜欢有主的。我跟你打赌，他俩成不了。凭什么那么肯定？
直觉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我可不相信什么直觉。不是，江浩然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佐洛，我，哎，请问是汪大夫吗？啊，是关主任让我们找你的。注意休息啊！来，赶紧帮下忙。哎，汪大夫，我这孩子马上就要钢琴考试了，你说这要病了的话，多耽误事儿啊！你赶快帮我看看。好，叫什么名字呀？龙龙。龙龙，你咳2声，让汪大夫听听。再咳一。他没病。哎，你这什么大夫？你还没给孩子看呢，你怎么知道孩子没病啊？行，龙龙到这儿了。哎，让我看看啊，把嘴张开。啊。我就知道你是不喜欢弹钢琴，也不想参加钢琴比赛，对不对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凭什么用你肮脏的思想来污蔑我们优秀的少年啊？真对不起，老爷子，您看看外面，还有那么多急需的患者等待我用我这肮脏的思想去救助他们，您再换别的大夫。你这是什么大夫？哎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啊你？哎，爸，哎呦，爸，对不起啊，我那个同事大概是他有点心情不好啊，别生气。那这么着，陈硕，你带着我爸和龙龙先去医生办公室里坐会儿，我这儿手头上忙着，我忙完了我就过来，我给龙龙亲自看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快点啊！你告诉他，不能是这种态度。好，是。哎，季正，你给怎么了？陈硕带着龙龙看病来了。啊？老爷子也来了。龙龙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大惊小怪呗。跟你闹别扭了？那倒没有，跟汪大夫。那是得打起来。今天，刘关3重的病人可以出院了，家属不在，你带他办一下出院手续。好，知道了。这，签字。哎，我今天在会议室啊，我听见咱们张院长和韩教授他们在那议论汪大夫。议论什么？真的。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心情不好，你心情不好也不能给我们孩子定性啊！哎，这对幼小的心灵是多大的伤害啊！汪大夫，我们是花钱来看病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你的顾客，你的上帝，你就应该对我们绝对的尊重，好好的服务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少说两句。不是他说的对，我做的不对啊，我不应该像老爷子刚才那种方式说话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们急诊室压力大或者其他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，所以在这里，我向您道歉，我错了。不是，王大夫，没那么严重。想真的吧？听见？哎，龙龙，来，爸爸给你好好看看啊，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了？嗯？你说我也不喜欢弹钢琴。刚才干嘛去了？没瞧这儿多热闹。我受那薅包女的刺激，我决定对自己好一点。我一咬牙，给我自己买了2瓶冰可乐。你这个孩子，爸，人家汪大夫说的没错，这龙龙确实没什么事儿，啊，
你跟爷爷说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们赶紧回家吧，别在这儿浪费我们时间了。浪费时间？哎呀，你是说我们浪费你的时间了？哎呀，你就别跟着捣乱了。哎呀，叔叔，我不会的，关主任怎么会认为您是浪费时间？这本来就是浪费时间吗？鸡毛蒜皮一点小事，非要过来捣乱，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去救呢，这不是浪费时间是干嘛？你什么意思？上班时间别看手机。是骆主任的短信。嗯。各位同仁，或者应该说是我的朋友们，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。我在急诊室几十年，太多的生命在我面前逝去。我了解医学的落后和医生的无奈。医生真正能治愈的病患实在太少。人一出生就是被判了死刑的。只不过为什么被判，谁来判决，什么时间执行，是不确定的。我是幸运，至少我还知道我还能活多长时间。我活了一辈子，我一直在学习工作，还没有好好的享受过生活。我郑重宣布，我要带我的家人出去旅行，开始享受我最后的人生了。我只是个平凡的急诊科医生，能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。谢谢你们，我的同事，我的朋友。好了，到点了，把表给我看看。39度5，你应该让那些记者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大英雄。像狗熊一样。好了，穿衣服，回科里打点滴去。哎，不用了，就是简单的病毒性感冒，不用老打点滴。我用老姜给你熬点红糖水吧，发发汗。谢谢。骆主任说走就走，是你的主意吧？我哪有那能耐呀？骆主任是什么人？他不过是想死的有点尊严，我只是表示理解。这下韩俊杰要失望了。你跟韩俊杰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老躲着他？别说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他是我父亲，在我8岁的时候，他因为另外一个女人跟我妈离了婚。我妈原来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离婚之后，
我妈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，带着我离开。后来，我改信了我妈的心。再后来，别人介绍我妈假结婚去了美国。在美国，我们俩没有钱，举目无亲的。我妈在一个餐馆刷盘子打工，供我上学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我住的床是一些纸盒子搭的，我妈就睡在地上。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，我妈她牙疼，她腮帮子肿得老高了，可是她舍不得花钱买药，就那么肿着。半夜我起来上厕所，我一不小心脚往下一搭，刚好戳在她腮帮子上。我妈那一声惨叫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脚现在还火辣辣的烫。你妈妈现在在哪儿呢？她死了，车祸。你知道我妈妈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我妈说：“你以后啊，要成为像你爸那样的好大夫。”我妈临死多爱人，可是她连我妈死了都不知道。所以你就不能原谅她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就是他跟我妈之间无休止的争吵。在别人眼中，他是个好大夫，可是在我们家，他就是个暴君。你能原谅一个经常打你母亲的人吗？可是。韩教授平时给人感觉是特别好的一个人，谁想到他在家里脾气这么坏。好人、好大夫都是假的，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你看看。哎，你慢点，这刚开的，稍微晾一晾再喝吧。接着说，后来怎么就到了林区医院了呀？林区啊，是我妈的老家。我送我妈的骨灰回去的时候，就留在那儿了。我想为那儿做些事情，但是因为患者周瑜啊，我在网上跟张院长联系上了。本来是去石家庄的白求恩医院做手术，后来家属要求来北京。你知道吗？韩俊杰不在这家医院里，也没人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差不多了，一口气喝下去，把汗发出来就好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在这家医院了，你就打算这样躲着他一辈子不见？不行。这片子看不出什么异常来，还是让他本人过来吧，好吧？苏丽，哎，苏丽，想什么呢？这么专注？昨天回去以后，你们老爷子没找你麻烦吧？麻烦是没有，这顿教训是免不了的。他在咱们这儿受了委屈，回家肯定得拿你出气。你知道他多能扯吗？从医患关系到国际政治、国内民生啊，金融经济，一直扯到油价、物价、儿童教育，扯着扯着也就消气儿了。
你们老爷子是退休太早了，应该再找个地方发挥余热去。这事有结果了吧？怎么样？什么事儿啊？王小涵和韩老的关系。不知道。你肯定知道，还瞒着我是吧？我答应过他的。不知道。这对我还保留，有必要吗？他昨天晚上发烧了，今天又主动加班。你这个快当主任的人了，你还不赶紧想着办法去安慰安慰你的兵？哎，别想那没用的。你好了。我好了。哎，这苏大夫，那个我这儿有2张票，张学友的。我和你，你敢吗？这你要跟我去，那关大夫不扛着手术刀把我给你们俩去的，送给你们。我后天值班。这个给你。韩老的号码。哎，留着，万一要有用呢。那个票啊，你请我们那些美女护士去吧，多好的机会啊，他们非得乐死。苏丽阿姨，哎呦，西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当医生，这是注射器，给生病的人打针，他们就能回家了。嘿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什么怎么回事？哎，西西加周末出现在医院里，就等于啊，你和方坤又吵架了。不想说呀？不想说，我还不想听嘞。苏丽阿姨，报告你个好消息，我爸爸妈妈离婚了。啊？真离了？见识见识。你是应该买出鼻涕泡才对呀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我想要的结果，我是没想到。你说这离婚证还热乎呢，回家收拾东西转头就跑，这个没良心的眼都不眨一下。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事情怎么失控到这种地步啊？没有按照你那宏伟规划来啊？不是，他吭哧磨叽半天，整一句他想体验体验单身生活。哎，你说他平时傻的跟个瓜似的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哎呀，你们俩呀，不至于的。你再找方坤好好聊聊。找都不找他聊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我跟西西，我们俩活得更自在。行行行，你有志气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我走了。苏丽阿姨，再见，手术成功了。真的？哎，祝贺你！嘿，真棒。刘亚萍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我们全家最勇敢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就不疼了啊！小朋友，为什么哭啊？我疼，我要回家。啊？别哭啊！哎，孩子股骨折。你们这医院都怎么回事啊？我们3点来的，这溜溜等了2小时了。这股骨折多疼啊！你不让他在这儿等着啊？我知道，可是咱没有手术室做这种非紧急的手术。非紧急？我儿子都疼了2个多小时了，他才4岁。听说孩子的2条腿都要打上石膏啊！啊，是这样，股骨折啊，得先在里边打上钢钉，然后在外边打石膏。这种手术得在麻醉的情况下才能进行。什么？还要打麻醉？对啊，所以才得等手术室嘛。您也看到了，今天的急诊病人特别多，哪还有手术室？是，
我们那边还有病人也等着手术呢。苏大夫，如果有手术室，第一时间通知我吧。好，丛大夫，要不先给孩子想办法止止疼？行，我尽量安排一下。来，我给您开止疼药去。您从这儿直走右转，穿过走廊就很合适啊。不是，您看我这个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弄的呀？你赶紧给我找回大夫啊，都是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我得看好了才知道给您找谁呀，对吧？护士长，你看这位病人，哎呦，你这得去皮肤科呀。皮肤科？对呀，我们这是急诊。皮肤科你看到了吗？在那个楼里，你顺着那个指示牌往那边走，快去那边看啊。是。吃止疼药不管用，别着急，这药效它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，是不是？您看看行不行？给我们安排一下手术行不行？这孩子一直在难受。您放心，只要一有手术室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您安排。阿姨给你找了2块糖，不哭了好吗？我儿子他太疼了，一直在给孩子口服止疼药，你们再稍等一下。稍等，你还要让我们等多久？你别着急，我去想办法，再等一下啊！来，糖给你，拿着。好啊，西西，你在装睡啊？阿姨跟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？那边有个小弟弟在等着做手术，他的腿摔坏了，可疼了。能不能请你带他玩一玩啊？就算帮阿姨一个忙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去看看他。西西真懂事儿，来，西西真乖啊！就让他陪他在这玩吧。我看孩子现在好一些，不哭了。天天来，你在这帮我看点西西，我再去解决手术室的问题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西西在这陪弟弟玩啊。嗯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通知，来，通知来。小佳啊，给念念。好嘞，通知：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，急诊科组织学习，活动主题是为爱行动啊。时间12月1日中午12点，地点医院食堂，主要是中午12点，在食堂。那不是咱大家吃饭的点吗？就是让你们边吃饭边学习啊！不是吃饭的时间还组织学习，这也太会算计了吧！哎，你就知足吧啊！我没让你下班时间组织学习的，你们就该值班的值班，那个不值班的就去学习一下啊！我在那看流水席等你们。不是，都知道有个艾滋病日，可这有什么好学的呀？咱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呀，就叫为爱行动。爱呢，就是艾滋病的爱，主要就是红丝带进入校园的公益活动。据咱们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统计，2011年艾滋病感染者是74571人，这其中15岁到24岁的青少年学生为1074人呢。不是，这跟咱们急诊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呀，你看大学生感染的比例在逐年增加，受威胁的人群呢？不是你能不能认真点，雷大夫？哎，雷大夫，你能不能带个好？雷大夫，我这说事儿呢。哎，我非常聚精会神的听你，吓我一跳。不是这个艾滋病日这事儿得好好学啊！你们几个小的都听着，学好了有什么奖励呀，护士长？有啊，啊，1人1包安全套。哎，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特着急，真的。哎，苏丽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我跟外科主任打过招呼了，你赶紧找人把那个孩子送到外科手术室吧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真有当主任的潜质。损我吧你！不是，肺腑之言，真的肺腑之言。哎，主任帮咱们解决了，可以马上手术了。太好了。
谢谢苏医生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咱们送小弟弟手术啊，来，来。强强喜欢姐姐这游戏是吧？喜欢。那你乖乖做手术啊。你住院的时候再带这个小姐姐去病房看你好不好啊？好。强强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再教你好多游戏。强强说好。好。强强真乖。西西也乖。啊，西西也乖。好了，让一下，来。同事们，大家好。同事们，亲爱的同事们，尊敬的同事们，大家好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哎呀，支持，在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科室同志的努力下，咱们的急诊室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绩。听说了吗？关主任下来了。关主任今天就要走马上任了。是吗？那可得祝贺他们。新官上任，你小心点吧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别闯祸呗。嘿，这管我呢？孤男寡女的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呀，哎呀，我说呢啊，感情这离婚孤男都有这未婚寡女惦记着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你是说苏大夫？我可没说。好自为之。你说怎么就没有人惦记我这单身辣妈呢？慢着点啊！上这儿来看病了啊！没事，小心台阶啊！哎，没事。关大夫早。早。什么关大夫啊？从今天开始得叫关主任了，是吧？关主任早。别闹！这分诊台怎么就小夏自己一个人呢？其他人呢？啊，可能叫接班吧，我去问问啊。大家好，主任好，关主任好，关主任，早上好啊！早，这打扫呢啊！是。哎，先生，不客气。谢谢李阿姨啊！不客气，您忙啊。怎么样？这屋怎么变这样了？新人新气象嘛。马屁精。哎，姜胖子！哎呦，你给我起来你！呀，你太没眼力见了吧？你也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，你非给我上眼药是不是？哎呦，护士长，我管你今天什么日子呢？这，来，给你自己看。昨天晚上一共来了17个病人，17个，有外伤的，还有内外伤的。我这夜班值的也太亏了我。哎呀，我这腿，腿，你给我放下来，你给我放下来！我告诉你啊，
今天是关主任上任头一天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行了，大家走，吃早点。你别收拾他了，赶紧换衣服去吧。各位，来根中华古法传统手工做的高端洋气上档次的早餐啊！请各位吃早餐。王大夫，来一个。哎，谢谢。您要是拿点别的事儿来吓我，说不定我这肝还颤一颤。您说关继洲关大夫要当上咱们急救中心的主任了，那不是咱金水师春天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哟，没看见你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早来了。大家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雅萍收拾姜胖子呢。记住，没吃早餐的吧？来一根，我刚买的。对不起各位啊，我这家里特殊情况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个我知道大家下了夜班啊都挺辛苦的，2分钟，咱们开个晨会好吧？哎，主任，那个会议室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要不然咱们去那儿开吧。哎，记着，我得带我媳妇儿看中医去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就在这儿吧。建峰啊，稍等一会儿好吧？哦，行。那我去叫人去啊。好，开会。来，开会。哎，开会了！来，都进来。快进来都。来，快来。来，开会啊！都站好了，进来。你的腿，哎，没事，不碍事。给大伙说2句呗。雅萍，咱们大家鼓励。都来了哈。那个，我说2句，那就交班吧。关主任，昨晚有2个出院，今早是1个出院，新来了17个，6个是外伤，有11个是内外伤，有5个已经转到了相关科室了。关主任，季州，关主任，我跟你说说我这边的情况啊，抢救室3个，留观室9个 ，EICU 情况稳定。13床的孙宝柱，由于工地没来人接，他的情绪很不稳定。没了。季州，关主任，我真得走了啊。等一下啊。不是，主任，大伙儿都看着呢，讲2句。那个，我刚才去各科室啊，我转了一圈。早交班的时候，分诊台只有小夏1个人在，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然后换药室里有3个药包摊开着，那都是用过的，没人收拾。换过的纱布，垃圾桶里也有，垃圾桶外边也有。这桌子上还搁着吃了一半的1盒这个盒饭，还有半拉鸡腿。这个留观室东边墙上有喷溅的血迹。抢救室的桌子上有一个喝茶用的飘逸杯，也不知道是谁的。然后护士扇的桌子上，报告主任，我这得解释一下，昨天晚上来的外伤病人实在太多了，我那换药包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腿也是我的。不是笑什么呀？鸡腿。护士站的桌子上。那个我说一下，我解释一下哈，那个墙上那个血我看见了，但是咱早上不是要开会吗？我就忙着去订会议室去了，我就把这事给忘了。那个分诊台，今天谁在分诊台啊？你估计主任到的时候我上厕所去了。下次注意，有尿我也憋着。这护士站的桌子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纱布的事我有责任，下回不了。哎，刚才主任说什么来着？
谢谢小夏。护士站的桌子上乱七八糟的，没有人收拾。哎呀，护士站的桌子，你们怎么就不收拾呢？下回收拾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左大夫，为什么你迟到？我这班还没下呢。是你，随便一早上你到门口站着干什么？这不等新主任上任呢？我说的是开会，人家关主任喜欢开会准时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想少来啊！护士长说的对啊，以后考勤呢，咱们还是严格一点，能不请假大家就尽量别请假。本来咱们这个人手就不是很够的，对吧？像这种，主任，那个漂移杯是我的，真对不起，我忘了放在那儿了。主任，要不然散会。哦。大夫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！您咋了？怎么了？这是磕住了，摔着了，流血了！快！哎，用不着你。行了，你在这待着吧，有我们呢。哎，你们快去帮忙！快去帮忙！主任忙着。你呀，就赶紧回你的主任办公室，别跟这儿待着了啊！关主任，快去吧。不啊，宝贝，不啊，哎，孩子一会儿就好了啊，一会兄弟，儿就好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样了？你就甭管了，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。关主任，关主任，我知道大家下了夜班都很辛苦，那也得开了晨会再走嘛。啊，关主任，我能不能先带着媳妇去看看中医啊？雷大夫，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好吗？开完晨会再去看医生吗？啊，开完晨会。主任早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啊，那个需要我帮忙吗？啊，不用，你是医药代表吧？啊，我是。哎，主任，这是院里的通知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嗯。医药代表吧，忙着啊。我叫白河，是京都医科大学3年级的在校生。哦。主任，2003年7月5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，您就在你们医院的急救中心的手术室里，把一个脑部严重挫裂伤、肺叶破裂、血气胸合并失血性综合症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。用时之短，过程之漂亮，判断之准确，哎，是我们学校临床教学的范例。怎么样？搁这儿啊？好，主任。你就是医药代表。主任，作为同行，我最不明白的，哎，是您当初为什么先进行肺部手术，而不是脑部手术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呢，主任，
我想这个问题想了3年了，你就给我讲讲嘛。那行，那我就跟你说说。当初啊，我为什么先进行这个肺部？给。当初为什么我先进行肺部手术啊？大夫，救人呐！大夫，快，救命！快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啊？这胸口痛，然后就晕了。快，开会瓶吊过来。没什么事儿，孩子就是摔着了，将来我们也不会留下疤，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但是刚才我检查她眼底，看眼底有出血，我建议你还是带她拍个 CT， 没什么事再出院。行，谢谢大夫。让阿姨再看一下啊，看看这儿。哎呦，好棒啊！这么看着阿姨啊，真乖。快谢谢大夫。喜欢阿姨吗？好。成。他是喜欢你，喜欢摸摸阿姨脸。哦，喜欢吗？来摸摸阿姨脸。哦，来摸一摸，摸一摸。周大夫，急诊啊！带她去拍 CT 啊。哎，好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陈桂芝，65岁，具体情况是？昨天刚过来的，厅长刚出院，本来好好的，我车刚开出2公里去，然后我妈就说胸口闷，然后晕了，这不给送过来了吗？陈桂芝，陈桂芝，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听见我说话吗？没事吧？来，心电监护，我给听一下啊。当然了，我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你听着可能糊涂。可是以后临床了，经验多了，你自然而然就明白了。不是，是您的果断决策才让这一起病例成为经典的。哎，能够听您亲口讲述手术细节，同学们肯定要羡慕死我了。啊，是吗？关主任，那个床位都没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您约的手术还做吗？照常啊，我来做。卖什么药的？啊，我是来向关主任请教一台手术的，收获很大。非常好，接着聊。走了，关主任。你们医药代表挺不容易的吧？关主任，您也挺忙的，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。啊。认识您很高兴。啊。 3年了，一直想听您亲口上课，谢谢您。再见。你的证。谢谢您，再见。哎，我是啊。啊？哦，改成明天大交班是吧？ 来了！你来了就来了吧，你来了你也不敲门。哎呀，不是我来了，是检查医疗质量的领导们都来了。啊？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不，通知我都放到您桌子上了，您没看见呐？就这个啊？哎呦，那我那手术怎么办呢？哎，手术我都安排别人做了。啊？哎，那刚才那蒙牛牙怎么样？那一身血的血。哎呀，那没事，那是女儿摔伤了，母亲是溅了一身血，我都已经安排别人处理完了啊！你就快点吧！哎呀，你快点吧，祖宗啊！他们都来了，您就快点吧啊！来了。哎，以后你别一口一个您的啊，我听着不习惯。那我叫你什么？ICU 最少应该放6张床，你们这怎么摆3张床？ 哦，这个我们现在正在争取。来，这是我们的留观室，这边也是，过来看一下吧。你们现在都住满了。主任，我这儿检查呢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又来了一个糖尿病合并肺炎的，3无人员。人呢？被大夫给治了，但是咱们这儿没床位啊。
那就送其他科室吧。哎呀，我都问了，其他科室除了儿科以外，剩下的也全满。那就送儿科。啊！哎呀，你跟患者好好解释解释，就说咱们这儿没有床位了，先送到其他医院去，找最近的，让雷大夫给送过去。哎呀，雷大夫，你今天没准人家他正憋着一肚子邪火呢，你让他跟这不合适吧？你让他先把患者送过去，然后再回家嘛，带他老婆看病去。啊，跟他好好说说，帮我好好解释解释。不用解释，雷子懂。第一天嘛，总得给面。行。哎呦，你看这是。华主任，咱们专职医生的比例是多少？应该是75%，可是咱们这儿才60%。现在这医生，你说谁愿意干急诊呢？来这边，这急诊呐，这又脏又累，是吧？审查了，苏大夫。出差，准备出差。妈，妈，冷静，我们知道。妈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200焦耳，200焦耳。来，都闪开。200焦耳，床点完毕。不行，下来。200焦耳。闪开。心跳停了，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。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。快，踏板给我1下。这是咱们化验室，楼上还有一个大一点的，这边呢是处置室，有些小的缝合呀什么的就在这儿，再往前呢哎呦。这值班的没收拾这个，哎呦，这病人多的时候啊，确实是忙不过来，人手不够用的呀。我们急诊的大夫经常是下了白班又连上了夜班，下了夜班又连上了白班，这加班加点啊是常有的事儿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患者陈慧芝心衰室颤，虫子没过来。几位领导，你看，要不你们先四处转转，我进去看一眼，好吧？行，不好意思啊。主任，怎么了？患者陈桂芝今天早上出院了，后来又送进来了，今晚高血压，已经给了3个肾上腺了。哎，这个人今天早上我见过。来，我来。行了，这用不着你。我替你来。各科室主任速到大会议室参加全院安全会议。各科室主任速到大会议室参加全院安全会议。各科室主任谁呀？哦，哎呦，关主任，开会去。开什么安全会议？快去吧，开会去。哎呀，这快去吧，去吧。那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一定跟我说一声啊。放心吧。苏丽，等着做 CT 呢。别怕哈。哎，不行，还救啊！继续。也是，新官上任头1天嘛，怎么说是吧？别说见没用的，继续吧，这人就过不来了。我来吧。快贴一下，过不来了。来，我来，苏老师。哎呀，快！再来这肾上腺素。好，肾上腺素1毫克。肾上腺素1毫克。
局长，哎，怎么又接了一个来？啊？还是那个，病情复杂啊，送了几家医院都没床位，只好送回来了。刚才急救车上发生意外，差点没过去。那赶紧送抢救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抢救啊！桃子，快去！没床位了。哎呀，床位，急！哎呀，床位，急！关主任都发话了，没听见啊？先送进去再说。他当主任，你气儿促什么呀？赶紧，甜甜，快过来帮把手啊！来了。哎，介芳，不是什么意思？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有那么重吗？这医院不止我一个大夫。是，所有人都在忙着呢。我得马上开会去。我不忙，我老婆不用人照顾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老婆，你老婆不是要请中医吗？我回头就帮她联系，好吧？帮帮忙。知道什么叫哥们儿吗？啊，就是不管他做什么，你都得绷着、扶着。我总得保证你的第一次是完美的，对不对？我去。谢了啊！各科室主任速到大会议室参加全院安全会议。各科室主任速到大会议室。来，好嘞。又是差了，苏老师。啊，出账，2把小耳，快，2把小耳。分点完毕。再来2把小耳，2把小耳跟着充电。苏大夫，过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还真是。来，把电放了。哎呀，已经过来了。血压180、150，心率120，硝酸甘油5毫升入液。硝酸甘油5毫升入液。苏大夫，你先休息会儿，我来看着吧。妈没事吧？妈，我妈没事吧？刚刚恢复心跳，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还得观察啊。苏大夫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我们每天做的就是这种工作。哎，你们跟我出去等好吗？这家属别在这待着。来，走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不开会去了吗？亚萍啊，你把这个人，哎，他怎么样了？嗯？啊，刚刚回来了，恢复透析心率了。哎呦，真不错啊！哎。你把他叫什么来着？陈桂芝，你把陈桂芝的病历也给我找过来啊！豆芽，豆芽，在那儿。哥，在这儿呢。豆芽怎么样？哥，怎么弄的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今天走着走着就摔着了。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要拍个片子，可能没什么大事儿。豆芽，看看谁来了。豆芽，哎，爸爸来看你来了。真乖哟，爸爸摸摸。哎，我去看。豆芽，咦，看看谁来了。孩子妈妈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在这看着孩子啊。哎。喝口水，谢谢。我听你管豆芽他爸叫哥。对，他是我姑表哥，最亲的。那你们是？他是我老公。不，你们不知道这近亲这？知道。我们就是想赌一把。赌？我们俩相好，
所有人都反对。我问我哥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他说就是拼了命也要对我好。我们俩就结婚了。后来我就怀了豆芽。当时我俩也犹豫过，到底该不该生这孩子。听说我们老家也有对姑表亲结婚的，生了2个孩子都没事儿。我和我哥决定再赌一次，可这次豆芽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哪儿都正常，漂亮的就跟个洋娃娃似的。我和我哥高兴极了，觉得我们赌赢了。可豆芽2岁的时候，就开始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了。他不会叫爸爸妈妈，就会说一个字儿：成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孩子的智商是75。我和我哥赌输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。关主任，你就在那儿。好啊，现在开始开会。各位主任，刚刚接到市里的一个通知啊，市中心医院1小时以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患者刺伤医生的严重事件，所以我们决定立刻召开科主任以上干部的安全会议。希望各位主任回去务必做好传达工作。咱们内科还有病房吗？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千万不能和患者发生任何的冲突，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！院长的意思大家可能明白。现在呢，请各科室的负责人来谈一下。李主任，你先说一下吧。那我就说了，请张院长、周主任放心，我们回去以后啊，一定抓紧时间加强安全方面的宣传。内科刘主任，我在这里表个态，请周主任放心，我们内科呢一定根据院领导的要求处理好医患关系，尽量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。怎么了？车祸！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忙啊？咱们医生人手不够，赶紧通知骨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心内科、神经外科专家会诊。好，部长。哎，王大夫，你们下班了吗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和王先生。真够意思。要帮忙吗？走。走。急诊关继洲，关主任。啊，关主任在这儿。哦，你也谈一下吧。啊，这个安全是吧？说实话，对于怎么处理这种矛盾，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。我一直在想，华佗给曹操做的开颅手术，他到底是做对了呢，还是做错了？我是这么想的哈。作为华佗，他是想治病救人；作为曹操呢，
他是怕华佗杀他，所以他就先杀了华佗。如果曹操相信华佗，这个悲剧就不可能发生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比方打的是否恰当，不知道大家清楚了没有？完了。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吗？总而言之，各科室回去以后，务必要加强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，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、有备无患。哎，张远，你看你下面那既然这样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拜托各位，散会。谁是家属？我是他女儿，这是我爸爸。二婶儿，来。你们听我说啊，患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啊。你看他头部的外部呢有头皮挫裂伤，这是他的头部的 CT。你看，里边有少量出血，而且血管破裂啊。这是他腿部的片子，骨折的部分呢比较整齐，所以我建议呢先给他做头部手术啊，去除里边的淤血，然后呢再缝合血管还有头皮。脑袋坏了，腿也坏了。不是坏了，是受伤。哎呦，老头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急死我了！刚才还好好的呢。哎呦，大夫，什么情况？您跟我们说一下再，谢谢您。好，您别着急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患者的情况呢，现在比较复杂。您看这儿，是他头部的 CT， 颅内呢有少量出血。什么是颅内呀？是啊，什么是颅内是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大妈，颅内就是脑袋里边。您再看这儿。这是他的腿部的 X 光片，左腿部胫腓骨骨折，但还好，属于闭合性的、完整的，而且骨折的部分呢比较整齐，所以我建议呢，先给他做头部的手术，去除里边的淤血，然后缝合血管还有头皮。我不同意，能不能一块儿做呀？就是啊，大夫，一块儿做了吧。小马，刚才撞车那个人找着了吗？跑了，等警察抓他，我非丫弄死他。咋回事？我爸的手术咋回事？大夫，您说说情况。您是患者的我是他小儿子。小儿子。是这么回事。你爸爸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也比较危险。您看这是他头部的 CT 啊，他的脑袋外面呢有头皮挫裂伤，这里边有少量的出血。您看这啊，然后呢里边有血管破裂，这是他的腿部的 X 光片，左腿胫腓骨骨折。干嘛呢你这？您帮我拿着插销，跪在边儿。放这儿啊？你得转过来吧。好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一会儿啊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帮我通知一下大家。咱中午呢开个安全例会。你还是先来看看片子吧。什么？那个摔伤的孩子叫窦岩，胸透、血液检查、心肺功能全都正常，除了智商。智商什么意思？近亲结婚，拿孩子赌输了。最惨的还不是智商，最惨的现在孩子脑子里有占位，脑室内等密占位，第三脑室内2个圆形的高密度占位，但边界不清晰。形成细胞瘤。没错。片子上看，这个肿瘤在孩子脑子里安家落户不过几个月，由于肿瘤的压迫，孩子可能行动不稳，所以摔倒。而奇怪的是，孩子的血氧含量一直在下降。这不应该是肿瘤造成的。对呀，所以我怀疑，由于这个脑瘤的压迫，也就是说这个脑瘤下边有血管栓塞，所以造成他的血氧含量下降。这还只是怀疑，还不能确诊。张院长，我是关继洲啊。
这样，我们这儿有个患者，你看能不能给安排一下专家会诊呢？啊，您等等。你原来说中午有会，安全会的精神要传达。晚上再说吧。啊，张院长，患者是个孩子，肿瘤脑外，心脑血管。谢谢张院长。教授啊，我刚才所说的您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明白就好。您父亲现在非常危险，这儿一直在出血，需要尽快做手术啊。这个呢是开颅手术通知单，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在上面签个字。你拿我当傻子是吧？我爸的手术明明可以一次做完，你非得不得劝我们分2次做，你啥意思？你别着急，别。哎，你不就是想挣我们2次手术费吗？你听我说，你以为你自己特聪明是吧？你别冲动啊！我完全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。少装蒜，字我可以签，但是手术必须一次给我做利索了。你听我说，就是大夫，手术分2部分做，是因为我要对你爸负责任。我是医生，你不是。我花钱了，你就得照我说的做。那兄弟，我得给你做多少钱的手术合适啊？你什么意思你？你听我说，咱俩是医患关系啊，不是消费关系。不是说你花了多少钱，我就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治疗。再说了，您花再多的钱，治不好还是治不好。你咒我爸好不了是不是？咒我爸好不了是不是？小马别急，